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从西元前4000多年就出现，然后不断的进化、进化再进化，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化妆品。咦，又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化妆，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来，所谓的化妆品呢，并不是专指那些甩就可以变身的梦幻兵器。综合这么多地方的化妆品法规定义来看，只要是用在人体外部，可以清洁、美容、改变外观、增进吸引力的物品，都叫做化妆品。也就是说，不管是染发剂、洗发精、润发乳、沐浴乳、化妆水、粉饼、乳液、唇膏、腮红、眼线、眼影、指甲油、香水、婴儿油、爽身粉、防晒乳，任何使用在人体外部不属于药品的都是化妆品哦。也正因为如此丰富的需求，化妆品间的争斗也就蹦蹦蹦的越演越烈。一个化妆品标榜可以调节新陈代谢、重建角质、抚平皱纹、消除黑眼圈、眼袋、8%纯天然、不添加防腐剂，通过世卫国际验证，1年级网络销售冠军，不用微商中的手术，人人都可以重返青春光彩，好像也是很合逻辑的事。那你就大错特错啦！今天就来告诉你化妆品的4大真相，一起戳破坏商人撒下的迷思，捍卫荷包与肌肤吧。真相1：药用化妆品没有比较厉害。药用或是含药这2个名称，常常因为有药这个字，就给人一种好专业、好厉害的感觉。但事实上，这2个词只是为了区别有添加法规限制浓度成分的化妆品，本质上它们还是一般的、普通的、平凡的化妆品，功效并没有因此特别厉害。另外，常听见的医美级、医药级、美容级化妆品，也都只是一般的、普通的、平凡的广告宣传词，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分类哦。真相2：化妆品没有任何医疗功效。化妆品既然不是药，它能使用的成分与药品也不尽相同，制作上与效果标注也不用经过与药品相同严格的检验与把关。理所当然的，化妆品是无法达到只有药物或是整形外科才做得到的医疗功效。所以，如果你在非药品上看见可以舒缓皮肤炎、消除黑眼圈、抚平肌肤、治疗青春痘等医疗功效，幸运的话，它可能有非常微小的功效；不幸的话，它可能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惊奇效果。所以，当肌肤感到不舒服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听信各界的偏方，而是询问专业医生，查出问题，对症下药，再找出适合自己肤况的产品，才能事半功倍，养出水肌哦。真相3：化妆品的宣称可能真的只是说。化妆品虽然有相关广告法规限制与审查制度，但还是会有一些坏厂商抱着侥幸心理，只要能让民众心动，都先上架再说。因此，个个都可以是网络销售冠军，零过敏，经过某大组织检验后的欧洲原装进口，还都拥有各式各样的梦幻美容效果。所以在把钱一张张丢出去之前，一定千万绝对要记得检查这些宣称背后有没有有力的证据与报告，才不会落入坏厂商的圈套哦。那些有真实实验数据分析各个成分效果的产品，总不会错了吧？且慢，就让我来告诉你最后一个真相。真相4：成分效用不等于产品效用。市面上虽然有许多产品会宣称所含的某种成分在实验数据下拥有某种效果，像是 A 可以保湿、B 可以美白、C 可以抗老等等，但是这些原料一旦做成产品，就会变成一个复合配方，成分间就有可能相互影响，改变了成分本身具有的效果。就像糖加香料加美好的一切，再不小心加入化学药物 X， 可以变成有超能力的小女孩，但它们不会因为是糖做的，半夜就被蚂蚁搬走。产品本身的整体效果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才能得知的，并不是成分有什么就有什么效果哦。所以结论就是化妆品都是满嘴谎言的大坏蛋吗？不，有人好坏，当然也会有人好棒棒。世界上还是有许多深受信任且喜爱的良心化妆品牌，但是要让好的品牌能够越来越多，绝对不是单靠化妆品界就能做到的。
Anna LePay 曾说，每一次你花的钱都是在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虽然不是人人都是精通医学与化学的专家，但在购买时还是可以提醒自己与身旁的亲朋好友，影片提到的4大真相。要用不是药，化妆品没有医疗功效，宣称可能真的只是说说，成分效果不等于产品效果，避免一时的失心疯，给了坏品牌活下去的一票。行有余力的话，也可以看看卫生署规定的化妆品广告指引，把违规的品牌通通检举再检举，慢慢的去无存菁，一起打造好棒棒的化妆品王国吧。今天的聊聊就到此结束啦，喜欢的朋友欢迎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这次的影片是和化妆品怪兽俱乐部合作推出，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到他们的官网与粉专，吸收有医师、药师、配方师及多个化妆品界的专家撰写的绝无业配超正派化妆品专业知识哦。如果想了解更多化妆品知识，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有缘再会喽，拜拜。